我听说你是赔的日本人的钱，跟他们打交道可都没什么好结果。你等等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为什么会对3年前的案子感兴趣？哦，我突然忘了，季先生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。季先生。500吨沙，今天要一次提完啊！我们没那么多车。我帮你看看，能不能把你这张大额的提货单换成几张小额的？以后呢，你提一次用一张，怎么样？他们没有那么多车。好，谢谢主管。这么多钢材啊！一次能提完吗？能先换成几张小额的吗？假的，这张是真的提货单上的印章，这张是你们讲的。左阿四的钱被人弄走了，现在人也不见了。而那个季先生呢，连个影子都没有看到。我们又晚了一步。我早就说过，应该把那个左阿四先抓回来再说嘛。现在不是抓不抓人的事儿，是你们漏了人。龙局长，是我没有盯住，对不起。本来想在左阿四的身上找到突破口的。我们已经尽力了，我们一直在严密地监视他。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，我们都一一的排查，没有任何可疑的人呐。可是钱庄里的钱还是没了，这不合情理呀！左阿四要是被人算计了，他应该报警啊，怎么反而消失了呢？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左阿四自己把那笔钱卷走了？我知道了，左阿四就是季先生，季先生是左阿四的化名。这2个人原本就是一个人，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发现季先生接触到左阿四。你带人去酒店抓季先生的时候，左阿四还在牢里呢，他最近才放出来。也是。哎呀，这个左阿四可是老江湖了。如果他自己想得到这笔钱，他可以找一个更隐蔽、更妥当的方法，最起码也是等自己安全脱身之后才被发现的。别说那么多了，现在首先是要抓到左阿四。好，这您放心，我已经安排了全部警力，全程搜索左阿四。喂，什么？发现左阿四？哎，我去买串包子啊。哦。包子呢？包子好，没熟。走吧。我真的不知道这笔钱的下落。3年前我只是受人指使，所以你赶在风暴集团的人到来之前提走了那批钢材。我哪有本事处理得了这么多的钢啊？我的任务就是拿到真的提货单，然后立即邮寄到指定的地点，然后就等着收酬金。我最终也没拿到那笔钱。第一队，跟我看好正门；第2队，给我绕到后面，看好后门。他们拿到了真的提货单，却没提到货，钢早就没了。提走钢的另有其人，那我就不知道。因为南港码头欺诈案，他们也查过我，
可也没查出什么证据。我伪造提货单的事儿，我看大家都心照不宣了。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当初指使你在提货单上做手脚的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上，跟我上！谁？应该是左阿四。季先生干的？这子弹是从对面射过来的。如果左阿四是跟季先生见面，这开枪的就不可能是季先生。现场还有其他人，说不定只有左阿四一个人呢。只有2滩血迹，应该有第2个人中枪，而且跑不远。赶紧叫兄弟们封锁周围。这个杀手一定就在对面某个屋子里。他妈的，总是往里一跑。走。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哼，他说我拖拖拉拉，他还不是一样。哎，他究竟什么人呢？可靠吗？你先回去吧，有什么事情我让若曦通知你。左阿四死了，警方发现了他的尸体。那石永川呢？把这个交给曹一文，让他赶快准备。这样是不是太仓促了？发生了意外，就得赶快调整计划。万一弄错了人，那就暴露了我们目标了。在石永川没回来之前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刚刚抓住的线索就这么被掐断了。对手敏捷的反应速度，让季先生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。大师，你怎么回事？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不要随随便便帮别人开门。咱们不是有暗号吗？我知道是你才开的。那也不行，从今往后啊，要看清楚外面的状况再开门，知道吗？哦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开关一打开，外边那个门铃就会通电，就会把那些不速之客电晕，知道了吧？有意思。别碰，说，究竟出什么事儿了？什么事儿啊？窗户上那白纸。你之前不是说出现紧急情况就在窗户上贴个白纸？你不是贴了个白纸吗？白纸？怎么了？哦，大师，你是不是说这个白纸啊？对啊。这个是玻璃碎了，有点漏风，我就找了张纸先挡上。哎呀，从远看还真是张白纸哈。对不起，大师，是我错了，是我的疏忽。不过大师还真能看到这边的情况啊。你叫什么？不是说了吗？我叫梳子。真名？我也不记得了。从我记事开始，我就没有爹娘，是被遗弃在街上一群流浪汉捡了我。后来说摇篮里就一把梳子，可能是我母亲留给我的，我就叫梳子了。那你骗人，也是跟他们学的？嗯。后来他们被警察抓走了，我也被送进了孤儿院。虽然那儿不愁吃不愁穿的，不过待不了几年啊，我就带着一群孤儿都逃了。他们现在都当我是大姐。看你还蛮机灵的，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地方
其实是伪装。那当然了，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，总得有点本事立足啊。不过，我倒是有个建议。什么建议？你看这屋子，死气沉沉的，一点都不像有人住的。应该养点花花草草什么的，效果会更好。行了吧，我常年都不在这儿，搬过来，待不了几天就得死。我可以帮你看啊。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，我也经常帮园丁浇花的。哎，大师，你喜欢什么花？算了吧，现在有你住在这儿，就不需要什么花花草草了。这个，先给你接下来，回头找别的东西先给它封上，我会尽快叫人过来修理。这是什么？这些全是你自己画的？这不会是那些流浪汉教你的吧？不是，是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特别无聊，不过刚好新教堂在绘制穹顶，我就在边上看他们画画。后来他们画完了，我也就逃走了。只是在一边看，没人教过你。是啊，大师，我是不是悟性特别高？你收我做徒弟吧。看咱们这行，没你想的那么容易。其实你的人生还有别的选择，比如说这个。可画画就是我无聊时候的兴趣爱好，我的愿望是成为像大师这样的高手。你打算一辈子活在谎言之中吗？那大师你呢？大师你去哪儿啊？嘿，有什么话对我说吗？应该是你有什么话对我说吧？你要让我说什么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为什么那天反应那么大？哎呀，怎么又这样啊？我知道你对我的所作所为不满意，可也不至于反应那么大吧？你自己不也是？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我也只不过是一个歌女，有什么资格说你，对吗？哎呀，我难道不是吗？哎，当初我答应你，只是觉得能为季先生办事儿，是件挺光荣的事情。没想到竟是玩命的活儿。现在没事儿了。说说，当时发生什么了？就是说，左阿四刚准备说出当年是谁指使他这么干的时候，枪响了。想的真是时候。不过我觉得杀手是冲着我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对面的大楼绝不可能听到我们在说什么。所以左阿四突然被打死，完全巧合。我记得在我们交谈过程中，他一直站在窗边。如果杀手想要杀他，早就可以开枪。我记得我离窗边比较远。当我问起他是谁指使他在提货单上做手脚的时候，我也走到了窗边。到底是什么人？张善民。当时左阿四挡在我的面前，所以杀手先开枪打中了他。当他倒地那一瞬间，第二枪来了，幸亏有第一枪让我做出了下意识反应，子弹才打中了我的肩膀，而不是心脏。你分析的很有道理，
杀手的第一目标确实不是佐阿斯，但也不是你，而是把你错当成了另外一个人了。那一定是你了。你的仇人手可够黑的。不过也不是一无所获。佐阿斯临死之前说出了张善民这个名字。他说3年前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受他的指使。你认识这个人？就目前的情况，知道这个名字就足够了。三个包子。包子呢？王一红呢？哎呦，龙局长您来了。王一红呢？王一红他好像没在办公室，他在办公室坐不住哎。现场鉴定有什么发现吗？哦，现场鉴定完毕，死者就是佐阿斯。现场还有其他的一个人，中弹部位不明，身份不明，下落不明。子弹是从对面楼上的房间打出来的，有2颗空壳，好像是军用的狙击步枪。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光线太暗，逃走的那个人必死无疑。职业杀手。没错。看来有人是想杀人灭口。石永川跟曹一文几乎是同时出发，分别去找他们2个人。而孙成厚跟佐阿斯一样，都参与了3年前南港码头的欺诈案。可是凶手为什么会把石永川当成了曹一文呢？外界认为曹一文是我，是警察。警察？佐阿斯中枪的时候，警察是不是刚到楼下准备封锁现场？对啊。您的意思是，警方先发现了佐阿斯的行踪，认为佐阿斯会跟曹一文接触，紧接着杀手找到了佐阿斯和石永川交易地点，把石永川当成了曹一文。这么说，杀手是根据警方的动向来行动的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既是个好消息，也是个坏消息。什么意思？好消息是，同庆府的老板根本就不认识曹一文。坏消息是，那个杀手能那么清晰地掌握警方的动向，咱们以后对付他就更难了。喂，是我，马一彪。警局里的消息你知道了吧？现场只找到佐阿斯的尸体，另一个人我没有打中要害，跑了。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目前警方怀疑和佐阿斯接触的那个人是季先生，所以我就采取了行动。现在佐阿斯死了，线索也就断了。季先生不是死了吗？所有的人都是奔着那个当年的案子去的，但是警方还是朝着季先生活着的方向展开调查的。还是那句话，凡是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不留活口。明白了。季先生的付出，震动了牵涉3年前南港码头诈骗案的所有人。在涉案的边缘人物和心怀侥幸时，案件的核心人物却已经磨刀霍霍了。先生，您还需要点别的吗？你们之前那个7号服务员呢？
哦，您是说冬梅吧？她回东北了。哦，回东北啊，她老家有人给她提亲，她就回去相亲了。原来他是东北人呢。是啊，我跟她是同乡，所以暂时过来替她的班。您是冬梅的朋友吗？不算是吧？那要不要再来一杯咖啡啊？不用了。你们是不是要打烊了？哦，快了。您是在等人吗？看上去有心事的样子。没在等人，一块坐一会儿吧。啊，可以吗？你是一个人来上海的？嗯，我是第一次来这么大的城市，还真有点不习惯呢。怎么不习惯？我觉得好像所有的人都忙忙碌碌的。其实我来的时间也不短了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都快憋死了。也真挺奇怪的，怎么越到人多的地方，我越觉得寂寞呢？所以刚才啊，我知道你认识冬梅，我还挺高兴的，终于可以有人说话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呢。我姓麦。像麦先生这种客人啊，还真挺少见的，能一个人静静的从下午做到晚上。哎，你是做什么的呀？怎么说呢？我的工作就是说谎。啊？信我的人越多，我的工作完成的也就越出色。你们城里人说话真能绕圈子，那不就是作家吗？你肯定是写小说的。啊？那什么故事啊？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。复仇？是跟日本人复仇吗？哦，你知道的，我老家不是还被日本人占着呢吗？是一个关于向日本人复仇的故事。那我一定要看。嗨，现在才刚刚开始呢。你给我讲讲大概呗。怎么说呢？总之，结局是复仇一定会成功。对，必须得成功。那麦先生也是一个人在上海吗？啊。那家人呢？慧香，过来帮我收拾一下。哦，你稍等一会儿啊，我马上就来。目标已上钩。触到目标以前，尽可能从他身上获得更多的情报。明白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，不需要等待任何命令。嚯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下火车。快，有什么发现？叶明珠小姐爱上的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人，这个叫曹一文的可以说是个天才。他具有惊人的心算能力和记忆力，而且逻辑思维相当敏锐。刚进学校就取得了保员资格，是当年学校准备重点培养的人才。我才不管这什么天才不天才，关键是我想了解他是什么家庭背景，人在什么地方。他消失了。消失了。3年前，当他正准备进行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，突然离开学校，来到上海，从此杳无音信。
他为什么突然来上海？你刚到上海，可能不知道3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是他的家庭背景，你看了以后就知道他为什么来上海。哪儿？这儿。这事儿我听说过。哎，往下看。星海贸易商行曹恩。就是他。那这么说，这个人现在就在上海了？这3年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任何消息。那你有没有收集到有关的一些他的详细资料，比如说照片之类的？没有。上了6年学，一张照片都没有。校方的人说，3年前警方来了人，拿走了所有有关他的资料，说现在他已经被列入了失踪人口名单。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已经替你去了北平，拿到了所有有关的资料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？别着急，慢慢来，让我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够把曹一文这个人给找出来。你怎么那么想找出他来呀？如果能够让叶明珠对他彻底死心，那我的目的就更容易达到。你最好快点，别让我等太久。都说了多少遍了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你怎么沉不住气呢？我说了，只要我把叶明珠追到手，你有大把的新闻给你，你知道吗？到时候你别说你出名了，就是当一个大主编都有可能，明白不明白？什么新闻？比如韩世贤怎么从一个穷小子摇身一变，成了上海市的副市长。好，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，尽管联系我。走了。哎呀，明珠啊，最近好像不大开心啊。哎，你跟那个陈公子处得怎么样？吃过1次饭，感觉人还不错，适合当个朋友。哎呀，何止是朋友啊！每次你演出，人家都来捧你的场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人家他爸爸那可是……他今晚也来了吗？来了，就在门外啊。我要换衣服，那你帮我问问他，看他今晚能不能送我回家。好，好。我这就去问啊，这就去问。你忙。快，请吧。易瑶姐情绪不高啊，是不是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？你说，人为什么要说谎？叶小姐指的是谁啊？没指谁，只是不明白，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谎言。有的时候人说谎，是为了自我保护。那他们就没有想过，这样的谎言会伤害到其他人吗？怎么说呢？这就好比一只刺猬身上的刺，他们在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同时，也避免不了伤害其他人。陈先生身上也有这样的刺吗？瞧你说的，这一会儿功夫，我倒成刺猬了。我不敢保证我这一辈子没说过一句谎，但是在叶小姐面前，我敢保证，我是绝对不会说谎的。是啊，至少他没对我说谎。
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正好要去找你呢。怎么了？你上次跟我说过，叶云秀跟一个叫陈博文的人一块吃饭。对，我又见着他们俩在一块了。这个人什么人呢？他是陈氏集团董事长陈凡雄的独子，刚从国外回来没多长时间，现在自己开了一家实业公司。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从上次看见他们吃饭之后，我就调查了一下他的背景。他们俩什么关系？目前来看，只是追求者。他父亲陈凡雄跟韩副市长关系匪浅。看来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竞争对手。对了，还有，前2天一个叫肖家全的记者见了他之后，马上去了趟北平。昨天刚回来，2个人马上又碰面了。你是说他在调查叶云秀？不清楚。你们俩现在怎么样了？其实女人挺简单的，不管你做了什么，你只要给她一个明确的表示，她就会没事的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看你这个样子，算了，有些事情我帮你准备吧。明天到餐厅来找我。慢点儿。还在担心他跟叶明珠的关系吗？咖啡凉了，给您换一杯热的。不要让感情影响了自己的判断。这道理他明白。我说的是你。吓着了吧？哈哈。啊！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就你们门口那几个傻瓜，我还骗不过去啊！来这种地方见像我这样的歌女，还来找我干嘛？嘿。这枚戒指是送给你的。真的？这枚戒指好像不是。当然不一样。我会把它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。这是2万，加上之前的押金，一共6万。6万？那枚戒指我确实找到了，不过有一个大老板呢看上了，特别喜欢，所以花高价钱呢从我这儿买走了。哦，这6万就是您的了。哦，谢谢。哎，老板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您说。能不能帮我再挑枚戒指？我一直随身带着，没机会给你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好看吗？太好看了。给。这不是我那枚钢笔吗？
咱俩扯平了。你送一样我的东西给我，我也同样送一个你的东西给你作为礼物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会明白的。好了，我要去彩排了。你最好走后门，别让周老板看见你。为什么你会不辞而别呢？我还来不及写完所有的话，就听说你匆匆去了上海，一直到毕业时，你都没有出现，也没有人知道你的下落。你还会回来吗？难道我注定要这样与你错过了吗？此时我想起了母亲，她一直都没有放弃过打听父亲的下落。因此，我决定去上海找你。我要亲手把这支钢笔交还给你。但是，当我带着全部的积蓄来到上海后，命运又给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天真的我再次被骗，人生中又一样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夺走了。这张薄薄的，能藏进一支钢笔的纸，在曹一文的手中沉甸甸的。他能感觉到叶云秀对自己感情的重量，这份重情感的力量，是可以让人冲破任何顾忌、阻碍去表达。